走，我们今天要去罗马。轻装，只有你轻装，我是这样。这个也还好吧。这个周间呢，我突然觉得罪孽深重，所以我决定，这个周末我们来去罗马，对一下。对，洗涤一下我的身心灵。公车来了，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爱因河滨的秋天。落叶。今天是 weekend， 所以现在都没有人。哦，我们这周真的是快闪罗马一个 weekend。对呀、就是因为它今年是25年的圣门打开。这难怪人家说不要在圣年来罗马。这也是排队的地方吗？可是有人在排，不知道在排什么。太神奇了！现在有一个小哥要带我们去，又换了一个人，那个小哥又回来车站这里，不知道回去。越来越诡异耶。好，我们现在到了罗马机场，让我们搭了大概2个小时。现在要去找一下在机场里面的售票处。对，要等一下搭火车到市区，然后我们等一下呢，一到罗马就要去梵蒂冈的博物馆，因为那博物馆实在太难订了，所以只订了到2点15分的，所以我们现在很赶。那我们现在出了机场呢，就是沿着这个券的指标。然后我刚刚在另外那边也有看到在卖券的 ticket， 可是我们想说就搭火车就走这里。哇塞！那我们现在走到 Terminal 3这里，然后他就可以买火车票，应该是在这边吧？所以看起来我们刚才没有办法买火车票，是因为它只有在 T3这边才可以买火车票。应该是吧？然后我们是从爱因河滨搭过来的，就不会到 T3这个地方。对，所以要走外面走过来。哇，这难怪人家说不要在圣年来罗马，光买个票人就这么多。为什么在手机的可以先进去？所以啊，这就告诉我们，要来罗马的话，要先在网络上订好票，对，这样才不会花太多时间。其实不光是火车票啊，像是我们去的那些，像是梵蒂冈啊、罗马竞技场啊，对，今年是2025年，要更先早订。不然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排队，对，还不能超过这个线。对。好，我们现在上车了。在意大利这边有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东西，我实在是觉得很纳闷，就是像我们现在刚才买票，然后我们明明就有进了一个闸门，进了闸门之后，他一定要你去做刚刚那个 check in 的动作。对呀，去年那个超妙的，而且他进了闸门就已经是扫了这个 QR code 了。对啊，我完全想不通我们上次在米兰就是因为这样子被罚了多少？对啊，一个人50欧啊。然后其实应该是可以在手机上先买好票了，因为他确定他就是打了一个洞在这里啊。他就是预防你今天买了，然后明天后天用，这样子吗？有可能吧。结果我们没有赶上那个 tour， 然后刚刚问那个人，他说因为今天的最后一场 tour 就是2点15这一场，然后我们就没有赶上，然后他说也不能退款，那就浪费了那个100多块钱。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走过来这边，要去梵蒂冈里面。这个梵蒂冈的外面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城墙，一个城墙呢把这个梵蒂冈给围绕着。然后他要进去博物馆呢，就是在前面那边有一长串的人在那边排队买今天现场的票的。他们说在那边排队要等2个小时，然后要去教堂的话就直接这样走进去就可以。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等？这也是排队的地方吗？可是没有人在排，不知道在排什么。天哪！结果我们今天碰到了在今天才有的一个免费音乐会，然后所以非常多人都在这里等着，因为它是免费的，但要先注册才可以进去。名额呢就是先到就可以先进去，好吧？我们就先放弃今天进去吧，好吧，明天再来看看。那我们就先去我们住的地方吧。哇，这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这个人潮，我完全赞同不要在这一年来罗马，除非是教徒，不然真的不用。对，太夸张了。对，我只是想要来洗涤一下我的罪过。那你知道在罗马跟梵蒂冈这边呢，除了这个教堂它有圣门之外呢，其实它还有2、3个教堂都还有圣门。像我们住的附近那个圣母教堂，那个也有圣门。
也是25年才开一次。对，哇，不过梵蒂冈的这个外围就是这样子一个城墙，这样围着。一个高墙。还没有来之前，我就一直很好奇，这到底怎么样进来这个地方。我本来以为没有城墙，我以为它本来就是像我们去比利时这样跨国境就跨进去，原来不是它有一个高墙前面还有一个城堡这个人博物馆都不想去，吃的找最多，它全部的标点都是吃东西的。找到了一间店。在这个梵蒂冈的外面，这边呢有一区类似food court的地方，这边呢就有非常多的街头小吃，你要吃非常平价的意大利餐，在这里很多地方都有。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吃的这间呢，就是也是网络上介绍，它是意大利名厨出来路边小吃摊开的一间意大利面店。然后我们点了一份小份的，你看意大利面，然后这里蛮多人来吃的蛮意外的，很多当地人来这边吃。然后我们点的这个呢，也是店员推荐的，它这就是意大利面，然后再加上蛋菜跟起司这样子。它起司味蛮重的，有一个味道，我觉得好像它加了洋起司，蛮浓郁的啦。如果不敢吃洋起司，我会觉得有点怪味道。然后它这个马手也有几颗，也可以。它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当地人会来吃的，它这个价位也蛮便宜的。那下一间我们来吃这个 Angry Pig 生气猪。我刚要点餐的时候，我刚才差点点成 Angry Bird， 因为很白痴。他说生气猪不会就是那个老板嘛，他看起来又很像生气的。它这里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家画的猪尾。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台湾猪，怎样啊？他刚才把我叫进去结账，当时我害怕起来。我来看一看这里有什么猪肉。哇，它这里面就是烤乳猪啊！哦，原来是这样啊！烤乳猪猪扒包，蛮香的，这家很棒，真的、好，我吃一口看看。只有6块而已，很划算。蛮香的。而且它的猪肉的咸度刚刚好，不会太咸，也不会到没味道。配它面包也很好吃。我觉得它看起来是很无聊。不会，但是它吃起来很多味道，觉得不错。还不错。真的还蛮有。来到罗马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水阀。对，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装水喝。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说你这样太低了，你想要直接喝，你没有带水壶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这样可以喷出来。这边就是有2个洞啦，下面堵住就可以喷上来了。好了，那我们刚刚吃完东西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又搭地铁回来到火车站这边，然后这里就是中央车站这边这超大的然后也有很多巴士都会从这边出发，然后我们这一次住的地方呢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我们住的地方。太神奇了，现在有一个小哥要带我们去我们住的地方，看起来他这个是很多 B&B 都是交给他管理这样子。他刚刚一来的时候啊，就是拿了很多的手机，然后问我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电话，还在寻找另外一组客人，要顺便带他去。在罗马街头啊，到处都有卖这种东西耶。对呀、卖假货的。看一下。又换了一个人。另外一个小哥带我们去，又回来车站这里，不知道怎么去。越来越诡异耶，怎么办？不知道你会去哪里要不要和草别先住的好了？去看看啊。这整个真的是太诡异了啦！我们明明定的地方呢就在那边，然后结果来了一个人，然后就要把我们这样带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带到火车站之后呢，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现在走了5-6分钟了，都还没有走到。原本地方离景点都很近，然后就现在越走越远。绝对是我们刚才订的那一间呢，然后没有了，或者是满了，然后就刚才联系了另外一间。哇，超小的！我这辈子搭过很多电梯，第一次发现这种长方形又狭小。喂，你看怎么猜？刚刚那2个门口的人也在找。罗马这地方太诡异了。除非是订那种饭店，如果是订 B&B 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我正想说，今年住宿超级贵的，随随便便一个晚上就是100多、200多。对。Big。这一进来这个 apartment 里面就隔着超多间的，然后看起来就是有很多间空房，应该是以前是 hotel 没有在
营业。对啊，这看起来感觉像是在做黑的地方，然后现在因为是这个热门的旅游期间，然后就拿来当房间。这个看起来蛮像的，很有趣。一点都不有趣。没有，因为今年的房价真的是太贵了。可是我们刚进来有看到其他房客啊，也是正常的房，就是也是一般的房客啦，所以就还好。因为他是带我们来的方式，感觉就是拉皮条嘛。对啊，皮条客啊，你有看过皮条客啊？就看到感觉啦，对，那个照片，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再带去另外一个。来，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一间呢，一个晚上是5000多块钱台币哦，很贵耶。然后我现在随便点一个，全部都像是我的感觉。这是什么花色啊？这些也都不便宜耶。这些价钱全部都是4000、5000。6000，对啊，5000。来到罗马呢，目前觉得这边搭这个地铁或者是这个 metro 蛮方便的。对，因为它就只有2条线，因为罗马的市区也不大，它就只有2条线 ，A 跟 B 2条线。所以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 M as metro， 然后 A 跟 B 有够好找。然后我们住的这一站就是他们的主要的大车站这一站，它本身呢就是算蛮严谨的地下街的。我觉得比法兰克福好。我觉得那边纽约感觉非常好。而且这个车站呢，就是你要逛超市也有，药妆店也有，然后 Uniqlo 也有，麦当劳也有。而且警察很多，我觉得应该是今年的关系，警察非常多。因为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出，他一出车站的时候就有。还好吧。我觉得因为是今年关系，很多做黑的旅社都改成一般旅社，自己乱说。它这个地铁是很古代的感觉，也是旧旧的，可是它里面算是蛮干净的。它毕竟这个城市都这么多年的历史，但是我觉得还是比台北车站还要好找到地方。台北还是比较大啊，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们进去用 Apple Pay 就可以了。对，方便。我们一下地铁之后呢，看到这个城门，我们现在要前往那个西班牙阶梯那边走过去。我们不是在讨论冬天的时候怎么样防止东西被偷，然后夏天的时候怎么样防止东西被偷。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又没有东西地方可以藏，因为都太热。对。那你知道藏哪里吗？藏哪里？帽子哦，帽子。啊，你等一下帽子拿下来就怎么办？而且你进去那个教堂都是要帽子要拿下来。那我们刚才在说今年警察出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就在地铁上呢发现一个惊险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护照疑似被偷，然后没偷成功掉到地上这样子，然后阿丹就在那边大喊护照，英文好吗？对，他就是 passport， 阿丹就在那边大喊 passport， 然后大家都转过来看，然后一阵骚动。其实大家在搭地铁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包包放在前面，就是要小心这样子。我看那个人他应该是他的护照放在口袋吧，还有钱，然后要注意一下那个车门口的人这样子，因为车门口的人有可能就是拿得到你的护照或者是钱嘛，就直接跑掉了，好夸张！你看下面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西班牙阶梯，密密麻麻都是人。然后我们刚刚走这边过来呢，是在上面这里。我们现在走在第2阶这里，你看下面全部都是在那边拍，因为罗马假期的奥黛丽·赫本就是在那边下面那里拍的啊，他就坐在那边吃冰啊。现在那边已经规定不能在那边吃东西了。为什么？更多人买冰在这里吃，是不是？对啊。那西班牙广场呢？它并不是因为有西班牙人这边殖民，或者是西班牙人这边建造，是因为西班牙大使馆因为设在这边，所以这边呢就被叫成西班牙广场。然后下面有一个喷泉，不能坐在这个阶梯，因为警察在赶人。因为太多人都坐在这个阶梯了。真的？对啊，我是有看新闻的。在这西班牙广场这边啊，还有一个拍照点，就是这个破船的喷泉。传说中呢，有一次河水泛滥的时候，真的有一艘船从台伯河那边被冲来这个地方。一堆人坐在这里看你装水，快去吧，不要跌倒哦。啊，好凉哦。然后在西班牙广场阶梯这边正对面的地方呢，这边就是罗马非常有名的精品购物大街。我们一走下来就看到非常多的精品在这里，像是 Prada、LV。我有来到公馆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有卖糖炒栗子，好香，难怪我闻到一个超香味道。糖炒栗子还有用树叶做装扮的。这间绿色扛棒的这一间有够大间的，你没有看到哪一间？意大利就是
要吃冰，而且听说罗马这里的冰非常非常多家。比教堂还要多间，超多人的。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去吗？看起来是啊，大家都在吃了。没有人在排队，那我们就进去吧。哇，它这间除了有卖冰之外呢，还有卖这种饼干啊、面包啊、甜点啊这些。你看这个巧克力，就是那个上次意大利人说很有名的。哦，对。先在前面那边进来的时候买票，然后在这边再选口味。那你选几个？一球。两球。好好吃哦！其实真的好适合意大利冰淇淋，看它要怎么挖起来的那个样子就知道了。有火力，大家都站在这边一排。我觉得这间跟雪梨那间难分轩轾，你选哪一间？这间的比较甜，比雪梨啊还是对啊。这间也有果粒，也很好吃。在罗马这边啊，大家会吃的除了冰淇淋跟这个饮料之外呢，很多人会来这边喝咖啡。像在万神殿周边这边，就有像是这个金杯咖啡啊，或者是鹿角咖啡都很有名，就都在这一区了。万神殿到了。在这里，这是你看，我们在这个 corner 就有2家冰淇淋店。对，你教堂都没看到这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给万神殿的一个建筑的气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它几乎从来都没有维修过。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一直都有人在使用，所以一直都有人持续在 maintain 着。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从很久以前在制造这万神殿的时候呢，它就是用火山灰混不同密度的混凝土。然后让它的这个圆顶从下到上，从重变成轻，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它让它的顶部呢比较不容易倒塌。对，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种建筑师，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对啊，真的是建筑奇迹。Eddie，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广场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里以前呢是古罗马运动场的场地，对，你要跑上一圈这样子。一圈。对，那我现在后面的这个呢，就是4河喷泉，就是象征世界上4条最伟大的河：尼罗河、多瑙河，忘记了。然后中间呢，这个呢就是从埃及运来的方碑。我们今天晚上呢挑了这一间。然后用海鲜意大利面，看看我这个海鲜意大利面这样子，夸张还给你一个装壳的。